嗯，嗯，大家晚上好。看看眼镜儿，哎，现在没有人，没问题，但是直播已经开始了。好，发帖。好啊，沙发啊，这么快就来了。这个今天早了21秒，老范好。这个早吗？啊，8点。这个只是今天这个出去大采购啊，很开心，所以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这个跑出去采购，真的觉得好像一帮人都不要钱了似的，对吧？这个去大疆的店里头疯狂的在那儿买东西，一帮人。我看到一个妈妈带着一儿一女啊，然后称呼叫姐姐和弟弟，对吧？给弟弟买了一个大疆 Osmo 360，然后加上大疆的 Mic 3的套装，然后等于全套的套装买齐了，然后又给姐姐买了 Pocket 3的套装，对吧？就是买了一整套的东西啊，然后在那儿挨着个的数啊，这个怎么用，那个怎么用，然后还有一堆的人在那儿买无人机。哎呀，我说这个生意能好成这样吗？啊，然后大疆的人告诉我说，这没办法，这个现在生意就是好成这样，对吧？然后现在是叫什么呢？11之前啊，一帮人就跑出来去进货去了，对吧？然后要去这个出去玩嘛，所以就是要去买这些新的设备。这个也知道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在9月份疯狂的上来去，这个是发布新品，对吧？都是为了11出去玩儿，可以给大家增加一些新的玩具。当然我也没好意思去说人家，你说这个一个妈妈带着一儿一女，她这小姑娘看着有点像混血儿啊，有点像可能跟阿拉伯那边的混血，穿的也是这种稍微有一点点穆斯林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真的可能是在国外混回来，然后疯狂大采购啊，这个报复性采购的一个感觉。当然这个只是看到的其中一个了，还有大量的人是这个就是中国的小朋友啊、家长啊或者什么的，在那儿买无人机啊，买什么各种东西，然后那个店里头已经都疯了，完全照顾不过来了。后来我说你们忙你们的，让我坐这儿歇会儿，我就坐在旁边等了大概1个小时啊，才轮上我。这个一帮人在那儿啊，就是买完了以后各种拆完了试，然后学怎么用，对吧？因为买大疆的东西还得学习一下怎么用你要不然的话，普通人就是第一次买还是挺费劲的。然后这个在那儿买这个无人机的一堆人在那儿折腾，然后把所有店里东西都卖光了说这个没有了调货，那个没有了调货，这简直是疯了一样今儿什么日子？呃，这个周六直播因为是这样，就是明天呢，估计早上起来也没节目了，因为太太这个出去玩去了，我呢也就没有人剪片子，所以就周六跟大家闲聊一下特别是疯狂采购了以后然后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告诉你这个中年男人老婆一出门，然后自己就直接放飞自我，还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对吧？然后再加上自己跑出去花钱买东西这个，真的是很难找出比这更快乐的事情了所以这么好的心情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看看买了什么这个疯狂大采购嘛先买什么之前先看这个，哎，这个是小米的关怀礼
因为我已经拿到了杯子，拿到了这个就是买苏期的时候啊，就是交苏期定金的时候吧，拿到了杯子，拿到了这个包，拿到了帽子，拿到了这个靠枕啊，就是拿到了这么多的礼品。本来想着预期的礼品呢，应该可能还是这些东西再拿一遍。结果呢，这个早晨起来说顺丰快递出来了啊，就是小米这些东西都是发顺丰。然后呢，说是从小米北京仓顺丰出来的啊，我说那肯定是小米的关怀礼来了啊。那么这一次呢，是给了一个小米预期的车模啊。当然，这个车模呢，并不是那种很高仿的车模啊，就是它的车门啊什么这些东西是打不开的啊，也没法拿下来。4个轮子是可以转的啊，但是这个车的其他部位都是没有办法活动的啊。就是高仿的车模是这个可以开前备箱、后备箱4个门啊，这个是要更贵一些啊。但是这个也挺好的，摆一摆呗，对吧？你看我买了个这个叫什么颜色来着？玄武岩灰啊，他送了我一个橙色的，对吧？挺好看的啊，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啊，估计应该值个这个可能100来块钱啊，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但是摆在这儿还是很爽的啊。然后第二个是今天买的东西啊，叫大疆 Osmo Nano 啊，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可以拆开啊，下边是一个屏幕，上面呢是一个拇指相机啊，你看拇指嘛，应该这样看啊，跟这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吧，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呢就可以把它别在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地方，然后就去拍摄了啊，这个效果是非常有趣的。1.1/3英寸的底啊，就是跟 Action 5是一个底啊，Action 4、Action 5实际上都是这一个底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所有大疆生态的配件啊，就都是可以去用的，就是可以四处去卡。啊，跟大家看一个比较有趣的配件吧。这个是小米上次给的帽子啊，上头还写着这个，我看看啊，应该在这儿，小米 Life 啊，这是小米上回给的。哎，有帽尖儿，哎，扣在这儿，咦，就可以溜出去照相了啊，这个还是比较好玩的吧？哎。这是买的一样东西啊，这个大采购呢，你说光买一样肯定是不行啊，至少要买2样才能叫大采购啊。3样呢就实在是有点太放纵了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是买了2样。另外一样呢，实际上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东西，这个呢是大疆 Mac 3啊，我原来呢这个别的是一个长条的，是 Mac 2啊，这个 Mac 3跟 Mac 2比起来的最大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变小了，对吧？这个。哎，让我把这只掏出来啊！好了，就只有这么大一点儿，而且呢，它呢是这个毛套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一起收纳到这个盒里去的啊。这个变小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呢，你穿一些稍微轻薄一点的衣服，你加上这个 Action 2以后，它坠得慌，它沉。那么现在呢，它就等于变小了，也变轻了嘛。就可以非常轻巧的挂在这个衣服上啊，这个你穿的比较轻薄的衣服也不会往后坠，而且呢，它底下的这个后边这个磁吸呢是可以转方向的啊。你说我把它这个甭管是横着加、竖着加啊，可以始终保持这个麦克风是朝着自己的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你说这个老范这个出去大采购回来不怕媳妇儿说嘛，对吧？这个也得跟大家说啊，这个怎么能够在大采购之后，然后能够让这个媳妇儿还可以放过我，对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哦，对吧？这个
方法其实并不复杂啊，叫以旧换新。我呢把以前的大疆 Action 2拿去抵了700块，原来呢我还有一只大疆的这个手机云台抵了200块，然后呢再把大疆的 Mac 2抵了700块，啊，这就1600了啊，然后这个再换这些东西就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了，而且呢这个还有这个国补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我在去那儿换东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已经拿来了，我说我的 Action 5好像就没什么用了呀。然后呢，这个大疆的工作人员呢就偷偷的告诉我说 Action 5快要降价了。然后我当时没听懂，我说 Action 5快要降价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他告诉我说那个 Action 5呢，可能这1、2天就降价，然后降价了以后呢，你的二手呢就要打折。哦，我说我听懂了。回家以后马上叫了个闪送，把我的 Action 5送到那边去了，然后 Action 5还可以再抵个1500啊，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玩大疆的东西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去不断的出新的东西，然后呢把旧的东西拿去换啊，这样的话等于花的钱就没有那么多啊，而且呢可以一直有新东西玩啊，这个还是比较好玩的。然后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啊，这个，呃，疯狂买东西挺好啊，都这么买，经济不就回暖了吗？是这样的，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买大疆，真的可以让经济回暖吗？就是以前的很多消费，比如吃饭、住酒店、开会，它好多都是商务性质的啊。包括我们以前很多出去玩都是出差呀，或者是一些商务招待呀，都是这些的去花钱。那么这样花钱呢，肯定就比较少人去买大疆了啊，因为大疆这个东西本身很贵，对吧？然后这个你自己拿出去玩呢，因为毕竟是别人招待嘛，这个你大包小包的背着这种设备出去呢，也不是特别合适。所以原来呢，大疆卖的没有那么好。现在呢，大家疯狂去买大疆是什么呢？就是都是自己出去玩啊，这个愉悦自己去了，啊，这个肯定，这种个人影像设备就会啊，购买力就会上升了，对吧？像以前可能很多人会去买这种专业设备，什么索尼啊，什么尼康、佳能啊，会买这种玩意儿啊？为什么？因为商务招待嘛，我们可能出去了，要合个影啊，或者什么的，他要有专门的摄影师跟着。那么现在呢，就是都是自己，对吧？拿着各种的摄像设备，拿着各种的 Pocket 3啊，或者 Nano 啊，啊，你看我现在有一个 Nano，一个 Pocket 3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个Osmo 360啊，把这些东西都搁一块儿，都是自己拍、自己剪，然后自己拿出来玩的东西。但是差别在哪儿呢？就是原来这种商务上的这种啊，甭管你说是不正之风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吧，这样消费了以后，后边是有生意做的。对吧？现在呢，大家都没生意做，所以只能让自己开心一下就算了。所以我并不认为大疆爆卖是生意就会变好啊，或者说整个的经济就会变好，这个还是有挺大差异的。小姑娘看着就贵气啊，这个，反正我今天看的那个小姑娘确实还是挺贵气的啊。啊，今天什么日子啊？刚才讲了啊，这是明天没有节目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闲聊一会儿。19年俺提 Model 3的时候，也是一手绢儿，一杯子，一个模型啊，好吧。这个我现在车还没提着呢，对吧？他就反正不停的送呗，那这送了就挺开心的就行了。说到车模啊，你不要想歪了啊，我们讲的车模刚才给大家看了，准备弄一台 Insta360拍点东西在 Vision Pro 上看，这个。我觉得 Osmo 360肯定效果要更好啊，因为很多人去比较了，就是 Osmo 360的这个什么呢？它的画质啊，它的色彩呀，什么这一块都是非常强的啊，就这个东西啊，这个还是很棒的。然后我的那个骑车视频啊，大家也看了，
但是这个东西在 Vision Pro 上到底好不好看，这个就不知道了啊。Vision Pro 据说今年会有2啊，虽然我不太相信，我觉得这个产品就一代而亡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再出2了。但是呢，现在都传啊，说这个可能过几天还要再上2，对吧？然后哦对，大江跟我讲说今年还有新品，我说你们疯了吧？今年还有新品，对吧？他今年是最近发的是 Mini 5 Pro 和这个 Nano 啊，这是最近发的这个新品。Osmo 360也是今年发的新品。发开箱视频回血，这个其实不算这个开箱视频回血了，我就是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快乐啊。我原来有一段时间是在视频下头挂这些大疆设备的链接，期待能够卖掉一条，但是挂了有多长时间啊？挂了大概有快1年吧，一样也没卖掉。后来YouTube 给我写了封邮件，说您是认真卖的吗？啊，如果认真卖的话，要在视频里头很认真的去推荐这些设备，啊，否则的话，我们会认为你可能在作弊啊，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停止你变现的。所以现在大家再看到这个，老范的视频下头就没有这些，大疆设备的这个什么了啊，就没有大疆设备的这些链接了。但是这也没办法，因为看我频道的人，全世界各地哪儿都有，还有很多在国内挂梯子上去看的。对吧？然后呢，你去挂这些设备的时候啊，挂这些那个购买链接的时候呢，只能是挂一些美国的这种商家的购买链接，对吧？这个想要能够碰到有人愿意买的话，确实是难度大了一点啊。北京有国补，这个反正这个 Nano 是有国补的啊，这个其他的就不知道了。现在国补也是搞得乱七八糟的。这期题目我都想好了，趁范嫂不在家，我搞了个车模，这个太过分了啊！咱们一定还是要讲清楚啊，这是车模啊，这个不是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个还是要看清楚的，很漂亮啊，这个还是很漂亮的。暖不暖取决于有没有希望，这是哪块儿？提车我估计得12月份啊，你按照他现在给我剩的这时间，因为他也没有提前嘛，也没跳周，大概要到明年1月份啊。但是现在的话，反正他们跟我讲，大概是12月初左右啊，应该会有车可以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也不好说吧，等吧。而且还有很多这种顺延单，对吧？就是车造出来没人要了。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的好，后面的话还是要多溜出去拍一些视频啊，趁着这个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多出去拍啊。因为上一次在首钢园拍的这个骑行的视频，很多人反馈非常喜欢啊，这个是极大的鼓励了我，我准备再出去拍去啊。啊，但是现在身体肯定还是差了一点点啊，这个当然多运动运动，可能身体会变好一点。啊，所以准备继续去拍。然后这么多设备呢，我现在准备是骑行啊，就是 Osmo 360，然后也一些这个大的这种录制的视频呢，就是这个 Pocket 3了。啊，如果是一些这种就是 B 肉啊，或者说一些小的取景的话，啊，再上这个啊 Nano，啊，这个还是挺好玩的。所以后面的话要上更重一些的剪辑啊，我已经去下单去买移动硬盘了啊，把这个空间要稍微拓展一下，希望呢可以
正式的去上 Osmo 的这些Osmo 360、Osmo Nano 的这些视频。前面之所以不再敢去拍这个360度这种环绕视频，是因为实在太大了，这个电脑装不下，对吧？这个你想我把它从这个设备上导出来就是多大？大概是50个 G 啊，50个 G，实在是不敢弄了。好啊，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疯狂购物，然后呢，疯狂以旧换新的一个周末啊，愉快的老范出去买东西了，趁着媳妇儿不在家，对吧？出去败家了啊，这个还是蛮开心的。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准备休息了。哎，今儿好像突然热起来了啊，咱们反正闲聊。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流量不好了？明天吧，明天去录一期视频，礼拜一放吧。因为很多人在跟我讲说，最近 YouTube 的流量有问题。其实最近抖音啊什么的流量都在进行大的调整，这一块儿呢还是值得去稍微讲一下的，对吧？讲一下这个流量发生变化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跟 AI 有什么关系？算做个小预告吧。明天找时间来录这期视频，对吧？这个。后面的话再去这个会员，哎呀，会员节目我想想啊，这个今天也得想一想到底录什么会员啊，这个我还没有想清楚。这个最近确实是，有一些话题想去讲，但是还是稍微的这个就不在这儿透露了吧，到底去讲点什么。这个是挂在身上的啊，就是把它挂在脖子上以后，然后呢，啊，哎，这样就出去录像去了或者是应该还可以横着去录像去，对吧？这个我一般还是喜欢录横着的，对吧？这样就可以这个更多的这个放一些故事出来，更多的有视角吧，更多的视角。对啊，男人的快乐就是那么朴实无华，是啊，就是这个太太不在家这个男人就会觉得好开心、好快乐。但是如果太太天天不在家呢，这个事儿就不行了，对吧？这个偶尔这个太太不在家个1、2天这个男人就会觉得好开心。喜欢老范出外景旁白讲故事的形式这个没问题。有人喜欢，咱们就要满足。呀，这个林宫雪又跑来了这个为什么今天有直播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今天买了好多东西然后，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嗯，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事情。哎，哪儿去了？这儿呢？对，运动相机还有一个好处，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礼貌许多，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这个东西就叫做这个人类礼貌提升器这个你只要挂这么个东西出门大家就会礼貌很多。而且你想它小对吧？这么小的话，它要比挂一个那个大的那个Action 5的话，还是要舒服非常多的对，应该是这面是正面，可以把这个撕了。
以后就更多的视频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会有更多有趣的视角。马上出 Action 6和 Pocket 4吧，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反正 Action 5要降价的话呢，Action 6就有机会。Pocket 3可没听说要降价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还是要看，对吧？如果哪个东西要降价了，那基本上后边就应该快了。因为呢，它这个1.1/3英寸的这个传感器，Action 4在用，Action 这个5在用，然后呢，大疆原来的这个 Mini 4 Pro 什么在用，我的那个 Air 3S 上是一个1英寸，一个1.1/3英寸，然后这个 Nano 上啊，这个上面也是1.1/3英寸，所以再往后出 Action 的话，估计就会出到1英寸的底，因为你再不出这东西搞不定了，对吧？现在这个大疆还需要跟影石稍微拼一把啊，影石因为已经成功上市了，我看上市公司跟这个没上市，大疆是没上市嘛，还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啊。这个上市公司就相当于是渡劫飞升，已经成仙一样，可以使用的攻击手段是要比非上市公司要多很多的啊。所以大疆现在要拼了命的去这个出东西啊！现在大家看，这个 Osmo 360基本上是对着 Insta 360去的，然后呢，这个 Nano 呢是对着影石的这个叫 Go 什么那个机器去的，叫拇指相机冲着那去的。然后呢，影石那边也在出这个叫什么呢？出无人机啊，他们叫全景无人机。它这无人机上面一摄像头，下头一摄像头，飞出去以后就直接进行全景拍摄了。但是呢，从影像的色彩和画质上，这个影石还是要比大疆差很远。而且大疆呢，再加上它的这种叫什么呀？它的这个生态件啊，就各种各样的配件还是非常齐全的。以及呢，它这种以旧换新啊，这个因为像我们这种就是开始用大疆的人，你就不停的去以旧换新，不停的以旧换新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去转向说我要去用这个影石啊，或者用什么其他东西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点一波赞啊，这个行吧，反正90多人，大家开个心就完事儿了。感觉大疆最值得买的东西就是 Pocket 系列，它是这样的啊，就是Pocket 呢最适合你去拍 Vlog 啊，就是我们坐在这儿聊个天啊，这个东西 Pocket 绝了啊，真的是绝了。像我现在 Pocket 3真的是用途就是使用率最高的一个产品就是 Pocket 3了。然后这个包括出去玩啊，这个 Pocket 3的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强。但是你要稍微的运动一下的话，这个 Osmo 和这个就 Osmo 360和 Nano 还是很有用途的啊。然后至于说无人机的话，无人机反正比较好玩，但是你真的想让它做出点什么东西来，后期剪辑还是挺费劲的啊。大疆的所有的产品后期的剪辑都很麻烦啊。这个 Action Nano 和这个 Pocket 呢，它就是一个平面相机，还比较简单。无人机和这个叫做什么东西？无人机和360的话，那个剪辑真的是地狱级难度。开始你的展示，我已经展示完了呀，你来晚了呀，对吧？明天大家调休嘛，不知道啊，国补都不太有了。是的，国补现在反正有的有，有的就没有啊，这个就比较奇怪了。防抖功能怎么样啊？这个我估计应该跟 Action 5差不太多，就是你运动的太厉害了以后呢，肯定也没法看啊，它一定是这样的。待会儿我可以导出来看一看，因为我刚才还出去溜达了2圈。来了，点个赞啊！欢迎欢迎。以旧换新的旧机器是翻新后重新销售，还是固定去处？我觉得有些可能会翻新以后啊，因为它也有官翻机嘛，对吧？这个像大疆的 Action 2的话，估计就直接回收了啊。然后至于说，比如说我今天把 Action 5 Pro 拿去回收掉了，那它这种其实是可以卖的啊，包括那个 Mac 2其实都是可以卖的啊。哎，又赶上了，
这个我这都快结束了啊，这马上也就聊得差不多了。无人机不方便啊，动不动就不让飞啊，这个确实是很烦。而且我感觉飞无人机这个事儿还是怎么说呢，挺累的啊。这个你像我出去飞过几次，但是呢，大家其实很少看到我去发无人机的视频。为什么？因为那个无人机视频最后剪辑太痛苦了啊。无人机我才发现飞起来有几个大的问题，第一个是过热，这个无人机的那个电机吧，基本上飞完一块电池了以后，那电机都要化了一样那么烫，能把手烫伤了啊，就非常非常热那个东西。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必须要做这种很复杂的剪辑，要做变速剪辑。为什么呢？因为无人机这东西其实飞得并不快，对吧？这个，大家看到很多无人机视频觉得很酷呢，他们其实是在做变速剪辑，就是，哪个地方要慢放，哪个地方要快放，然后你才能感觉到这种动感。否则的话，它无人机就是飞到一个角度，然后慢慢悠悠飞到下一个角度，再慢慢悠悠往前飞，它是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对吧？它那个视频是没有什么感染力的啊。呃，但是说到剪辑这个事儿呢，我反正是没有那么大耐心去剪它，而且剪辑视频的话，一方面是需要有这个耐心啊，另外一方面你也要有时间啊，因为这个剪片子还是一个很耗硬件，比如耗电脑、耗这个存储空间、耗时间的一个事情。影视打不过大疆吧，这个但是影视上市了呀，我感觉上市公司还是挺凶悍的啊。有的公司都提前放假了，我儿子就属于提前放假了，也不需要倒休。但是不是公司啊，是大学。咋今天还碰上直播了呀？对啊，因为明天早上没节目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发热咋样啊？发热呢是这样的，就是，Osmo 360是会发热的啊，就很多人说 8K 50帧，大概能录20分钟，但是呢，在我这儿呢，8K 50帧大概是能够录到，1小时，并没有发热的情况。当然原因也很简单，我的 8K 50帧是骑车的时候录的，它有这个风冷，有风过去，所以它就没有发热。然后呢，这个 Nano 确实是发热很厉害啊，就是他们使用高码流，使用 4K 60帧10比特 log 模式的话，大概能录10分钟就过热关机了。而且呢，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你加上底下这节可以录到20分钟啊，不加上底下这节的话，大概也就是10分钟就关机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你要把码流降低，你比如说我用普通码流，不要用高码流。然后呢，你也不需要10比特 log，你用这个8比特的这个普通色彩，这个30帧啊，4K 30帧的话，大概就可以一直录下去，是不会过热的。其实大家看到我的视频，就是视频这个就是一般录的视频，不是直播的视频，都是4K 60帧的，但是你们其实是看不出来的。对吧？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开到那么高的码流去看这个东西。我之所以一直坚持在录 4K 60帧呢，一直是迷信啊，就是迷信 4K 60帧这个 YouTube 会多给点流量，但是到底是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发热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而且这种相机呢，其实并不是说让你挂在那儿连续拍个10个小时，不是让你干这个使的啊。刚睡醒啊，挺好。睡醒听我闲扯。旧机器按苹果的方式，大多是拆了做了维修零件，部分用来做官翻啊，这个还要看新旧了。刚搜了一下 Pocket 3，竟然900刀啊？不对吧？900美是900美金吗？我觉得不应该吧，应该我觉得 Pocket 3在国内应该是3000多块钱，那应该是除七，应该是这个，200，应该是300刀吧，300多刀是合理的900美这是什么意思？的确是啊，剪辑比较费劲，拍的视频都比较碎，都把卡拔下来，然后找个合适的挨个看。而且我刚才看的时候会吐啊，对吧？这个
你像我前面拍的那个无人机的视频，就放出来过一条嘛，那个剪的我真的是要吐啊，那个太痛苦了，因为它无人机的视频很抖。电机过热是不是因为太重了？或者旋翼太小，只能是这个，反正是很热啊。就是大疆的无人机，它的机身和斜卡这块其实没有那么热，但是这个叫什么东西，它的4个电机真的是过热。而且呢，大疆无人机最怕什么？怕悬停，就是你停那儿不动啊，就是你让它在一个地方上悬停，那个是很怕的啊。你让它快速的飞，它有风可以带走一部分的热量就还好啊。你悬停一段时间，比如悬停了20分钟，因为它一块电池就够飞个20-30分钟的嘛。你悬停个20分钟，它那个电机就化了啊，就是它因为它是4个臂上有电机嘛，它电机就化了。大疆营销跟不上 Insta 买过的人都知道，哎，我觉得大疆营销还是不错的。4K 60帧能录1小时吗？这个肯定不行啊，这个东西肯定是4K 60帧录不了1小时的啊，要跟大家讲清楚。4K 30帧，呃，适中的码率啊，不要高码率，然后8比特色彩深度啊，这个不要上 D-Log 啊，这个还是可以录1小时的。Insta 那个无人机发布了一阵了，好像反应不是很大，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我也确实没有看到有人拿这种东西出来去，这个给人显摆啊，这个也没有看到这种视频。其实这个就是无人机到底好不好，就是你要看有没有人拍视频出来，对吧？你像大疆的这个 Air 3S，然后最近就是迷你5 Pro 啊，大疆大量的视频就上来了，对吧？这个Nano 呢，现在视频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就可以放很多这种很奇怪的视角。你比如把它扔水里，因为上面这节是防水的，底下这节不防水啊，上面这节防水了啊。你比如扔水里头，或者是各种的这个什么搁口袋里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这种视角就很多，还有很多是比如说挂在那个帽子上啊，但是挂帽子上不是这么挂啊，他们是这个给小孩这么挂在帽子上，然后就看着一个小孩嘟着个脸，然后嘟嘟嘟在那嚼东西啊，那可好玩了。对，之前影视飓风好像有个被封的视频，讲过马律的事情。对的，就是这个谁来着？B 站是偷马律嘛，就偷偷的用最低的码率去给人放，对吧？他因为影视飓风是挣这个钱的嘛，他替人拍视频，然后呢，人家说你这个视频效果不好，他就一定得把自己摘出来嘛，所以他就把这个 B 站给这个揭露了，然后就直接被封了。我看错了，900刀是combo。这个带无线麦克的啊，是的，所以我说也不太对头嘛。我有3台大疆啊，电机过热还真没有太多感觉。我经常是3块连着飞完，其实你在换电池的时候它就已经散热了。反正 Air 3S 是这个，就是电机过热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那是 Air 3S。Pocket 4要更大的底就可以无脑冲，反正无人机和 Action 的这个复杂程度不如直接上手机。它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有很多人猜这个 Pocket 4是不是上这个 Air 3S 这样的摄像头，就是1个1英寸加上一个1.1英寸的远焦，对吧？这个是不是整这个？所以现在不知道，如果真的是一个1英寸加上一个1.1英寸的远焦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购买的必要了，那个意义不大。除非是它比如说能够上到这个更大的这个底，就是比1英寸更大的底，但是现在好像大疆并没有这种东西啊，它的那个什么好像要更大一些，就是大疆的这个专业级的摄影无人机的那个底是要更大一些的啊。但是呢，这个咱们正常使用的这个民用级的，比如说Pocket 3啊，还有像我那个 Air 3S 啊，还有最新出的 Mini 5 Pro，以及呢那个玉3啊，现在玉3 Pro 还是玉4 Pro，就是上头有一个圆脑袋可以转360度那个玩意儿，对吧？这种呢，实际上最大的底都是1英寸啊，没有再大的了。
你用的什么型号啊？这个我我是 Air 3S 啊，Insta 那个无人机适合360度视角头显。本来我是非常期待的啊，希望有一个像鸟一样的感觉，但是后来好像就没动静了，估计效果不行。我跟你讲，这种360度视频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的啊，因为我前边就是用这个大疆的 Osmo 360拍过什么呢？拍过这个阅兵啊，这个人家阅兵了以后，那个车队从我们家门口过，然后我就举着这东西去拍了。拍完了以后的，为什么没给大家放呢？只有这个人是清楚的啊，就是我举着个杆站底下，我巨清楚，然后这个前头站了这些人啊，巨清楚。然后车队呢，大概就这些人大概离我远的能有个3米、5米，这个范围都非常清楚。然后车队过的时候，什么大导弹啊，什么东风5C 啊这种东西过的时候呢，大概距离我的应该有可能30米，然后没法看，糊的，对吧？稍微放大一点，然后就全是噪点，这就是这种360度相机最大的问题，它没法对焦，对吧？它的对焦就是一个死的，它永远对焦在距离你3到5米的一个距离内，对吧？然后你想，你上无人机了，你的这个拍摄主体一定是离你非常非常远的一个位置，那你咋对焦呢？它这个事儿它没法整。对吧？原来是说我有一个朝前的摄像头，我对焦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我让这个位置上焦点很清楚。但是你在一个360度的摄像头上，你是只能是做死了一个固定焦段啊，所以这个就是360度无人摄像机的一个最恶心的地方。所以你像我骑个车出去，给大家看看我身边的风景，这事儿没毛病啊。但是你说，哎，我想把更远的地方都对焦对清楚了，然后给大家看，这是扯淡的。B 站加锐啊，降码率好像不是被下架了的，是主动下架了啊，可能因为煽动啊，这就不知道了。上海限高120米了，上海还让飞呢，北京压根都不让飞，对吧？上海你限高你是让飞的呀。呃，专业型无人机应该有都很大的吧？可以塞满后备箱啊。这个它是这样的，就是专业无人机呢，其实分两种啊，就是大疆出的专业无人机分两种，一种呢叫植保无人机，那种呢是很大的啊，就是它可以吊100多公斤的东西上去的。另外一种呢是这个真正的，他们叫玉系列啊，玉2、玉3、玉4，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飞起来以后，然后那个两边的脚可以收起来，可以放下来那个东西，那个玩意儿的底是很大的啊，它是专业的摄影无人机。鱼眼镜头有畸变，畸变其实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畸变是可以靠算法来矫正的。鱼眼镜头最大的问题是没法对焦，对吧？你说我到底对哪个角度对啊？按哪个点去对，它没法做这事儿。想趁11买个 Pocket，但是感觉又没有马上出了4，这个等吧，我觉得 Pocket 4还是看看到底能做出点什么不一样来吧，但是我觉得挺难的。现在 Pocket 卖的可好了，我告诉你那店里头疯狂的一帮人在那买。摄像头啊，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这种环形的都没法集中注意力。聊两句雷军啊，感觉这哥们儿有点塌方，还真不能全赖黑粉，他自己干的事儿也确实没法夸他啊。这个雷军呢，其实他是这样的啊，就是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企业主啊，我们不能算他企业家嘛，算个企业主，其实他也没什么可塌房的。他干的活呢，也没比别人更好，也没比别人更烂啊，也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之所以现在那么多人骂他的原因也很简单，这个东西呢叫流量反噬。对吧？别人的企业主都是什么呢？偷偷藏起来，像任正非啊，天天藏起来，很少出来，一年出了个1次2次的，也就完事儿了，对吧？而且呢，他出来了以后都是精心设计场景，然后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公关部门啊，你要想去给任正非拍照片、拍视频啊、写访谈稿，然后所有的这个稿件必须由公关部门过了关以后才能再放出来啊，这个呢是正常的企业主干的活。然后雷军呢，前面做了太多的这个就是网红的事情啊，这个前面也讲过啊，就是
企业主做网红这件事儿呢，是一个非常不划算的事情，投入产出比非常非常的低的一个事情，而且很容易翻车啊，因为流量嘛，它总是容易反噬的。你在聚光灯下，在显微镜下的话，很容易被人骂。现在呢，雷军是想退回来啊，就是从这个大网红的状态退回来。那退回来的过程呢，这个就会被反噬啊，因为他原来去做这个什么呢？他原来去做这个网红的时候呢，他吸引了太多流量，等于任何人你夸雷军、骂雷军啊，都会有流量，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你突然哪天说我不做网红了，你说不做就不做了，对吧？那还有一堆人等着在后边夸你啊、骂你啊，对吧？还等着来蹭这个流量呢。而且他不做网红呢，他自己没有这么大的声量，那么就光剩骂他的人出来了，所以他主要翻车就翻在那儿了啊。所以我并不觉得他比别人做的差到哪儿去。其实好多的企业呢，就是我们现在都觉得啊罪大恶极了或者什么，没有那个啊。你比如说吧，咱们举一个最标准的例子，比如说西贝莜面村。西贝莜面村真的做的比别人差吗？其实没有。西贝莜面村是所有这种商超饭店里头算做的好的啊，这个产品品质比较有保障的一个店，对吧？他之所以被人骂，是因为他觉得我卖这么贵是应该的啊，我卖了预制菜没告诉你是应该的，但是西贝的品质和这个口味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啊，这点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对吧？这个你说这个现在就成臭狗屎了啊！谁一说西贝啊，7岁的毛毛觉得我再也吃不到西贝了，可怎么办啊？对吧？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这些人他其实不太会玩流量，而且这些企业家呢也不太适合自己亲自下场去玩流量啊。这好像是上个礼拜的会员节目里讲的故事。看你怎么定义专业了啊！俺摸过比俺个头大的无人机，对吧？还有那个什么的呢？小鹏做的那个里头可以坐个人的那玩意儿，对吧？而且现在军队开始有这种4旋翼无人机，下头带枪的，对吧？这个现在好像这一次的那个长春航展已经拿出来了。今天这么早直播啊，这个也不算早，就是跟大家闲聊一会儿。对吧？这个刚才正说要停呢，然后大家就开始提问题了。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是你们愿意提呢，我就这个陪着大家聊会儿啊。你们要不愿意提呢，咱们就没什么事儿就结束了，因为我已经把我想说的都说过了啊。哎对，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哎，这个呢，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啊配无人机用啊，配这个大疆的设备用的东西啊。哎。大概是这样的，就可以把它吸上。哎，然后呢，这个东西跟普通的这个设备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大家知道吗？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这个东西叫电动吸盘啊，这样的啊，这个东西叫电动吸盘，就是它是电的，然后如果发现漏气了呢，它会接着用泵去这个泵这个气旋，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就是以后可以给大家拍一些车内视角啊，就用这个。等我的预期来了以后，我准备把它贴在预期的这个顶盖上，然后把 Osmo 360啊360度的给大家装上，然后这个跟大家聊个天啊，这个拍个视频什么的啊，或者是把 Nano 给它吸上啊，跟大家聊个天啊，这个还是挺好玩的。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这边有一个放气的按钮啊，然后一摁，哎就放气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哎。吸在桌子上，流量就像水，水能载舟亦可，对，它肯定会有反噬。用快子看老范360骑自行车，就像小时候坐我爸自行车
接我放学的感觉。哎呦，还有这样的，因为我是没有这种设备，所以我真不知道这种360度的这个内容到底是怎么个用法啊。你要这么说，那马斯克呢？马斯克是这样，他也被反噬啊。你看他那个什么，他的车现在在欧洲，在什么这些地方卖的那么惨，对吧？原因其实就是这个呀，他也在被反噬啊。而且马斯克现在等于一直是这种东西是这样，就是马斯克这帮人呢，他们就自己去做这些内容去了，他完全是率性而为，对吧？而中国的这些企业主呢，他们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哎，马斯克这个做的不错，我要分析一下，研究一下应该怎么去模仿他，怎么去抄袭他，对吧？然后呢，觉得哎不错，我们就照这个频度来去做，就跟什么似的呢？就跟这个原来这个叫什么？我想想跟怎么讲，就是苹果卖手机的时候，因为每年大家要抢苹果，有黄牛，对吧？苹果从来没想过饥饿营销的事情，然后中国人研究了一下，说：“哎，咱们饥饿营销一下吧，对吧？你像我现在还需要等这个好几个月才能提上我的车，对吧？这就是饥饿营销嘛。这就是在苹果的某一个不经意的这种环节里头，他们学会了说我要去玩饥饿营销。老板做网红主要还是出点小事儿就会拉着公司一起出事儿。上一个退网掉层皮的是马云，马云那个退网真的是不光是掉层皮啊！你看看杭州的房价，再唠个9.9毛9的，这没问题。你们有问题我就跟你们唠呗。有点像国家领导人吵架是下面人做的，领导只负责签字，领导直接下场，就没有这个任何荣誉了啊！但是你也得看是谁，对吧？你像董王就喜欢站在面前吵架，这个没法整，对吧？跑到联合国去说啊，我的这电梯坏了，什么这个什么提词器坏了，然后吭哧吭哧喷了所有人1小时，对吧？他就是这么个人。幽兰子的啊，你也有一个，这玩意儿还挺好玩的。但是这个东西有一点特讨厌是什么？就是它这个声音很大啊。我去录了一些，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能够把这个声音去掉，因为它有的时候跑着跑着还会再呲啦呲啦在这抽气啊，这个是让我觉得挺讨厌的一点。后面你可以挂手机也行，它这个还是有问题啊，还是有问题。电子真空吸盘啊，是这样的，电子真空吸盘挺好玩的吧？点赞先啊，欢迎。有点意思，可能集成了个什么气压计芯片，没有那么复杂，这个东西都是相对来说简单的啊，你上那玩意儿没准还变贵了呢。今天调休一天啊，刚和同事大酒回来，赶上范老师直播啊，这个特别亲切和温暖啊，没问题，开心就好啊，调休大家一定要开心。吸盘可以用这个丙二醇清洁啊，可以这个恢复密封性。丙二醇是个什么东西？回头我去，有卖的吗？是不是就是乙醇啊？这个回头我去研究一下。下次整个挂头顶的这个骑行影片，这个挂头顶太麻烦了，因为你必须要买那个头盔。你看我是没有头盔的，我也不太想去买那个头盔，因为买完头盔以后呢，它怎么说来着？它就是热啊，这个是我不是特别喜欢的。以旧换新啊，官方怎么弄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其实挺好的呀。以旧换新，一方面这个旧的到底值多少钱，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以旧换新最主要的是提升品牌忠诚度啊。感觉雷军之前构造的老实实诚卖力、苦逼奋斗的形象崩了啊！这种呢，就是当时去做雷军做这个形象的时候，其实我就跟大家讲了，雷军绝不是那么个人，对吧？因为我们是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对吧？这个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所以那个是一个表演，是一个表象。啊，这个如果谁信了呢，就是只能说大家的这个
稍显幼稚啊，只能这么讲。所以雷军压根儿就不是那么个人，雷军是一个极其霸道的老板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现在他想退回去啊，那他就要接受嘛，就是可能反噬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过一段时间再抓几个人，对吧？因为只要是能够找到证据啊，就是说有人操纵了多个账号，然后故意抹黑，他就直接起诉啊，就整几个这个以后的话，也就这个没事了啊，这个就慢慢的能够消退过去。但是呢，这个反噬期你肯定还是或者叫戒断反应吧，你肯定还是要去忍受的。马云主要是说错话了，哎呀，这个以前呢，其实对于说错话是有容忍度的啊，现在完全没有容忍度。还是马斯克比较会当网红，马斯克呢不叫会当网红，就是他就这么干了，你基本上可以认为那是个真的性情演出，对吧？其他的都是刻意表演。如何评价这个什么？不知道啊，没听说，没有研究过这个事情。今天刷 Twitter 刷到了富盛啊，猎豹现在只搞投资，不做产品了吗？做呀，但是他具体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对这个事儿完全不了解。丙二醇啊，淘宝很便宜啊，是吗？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微机械 MEMS 这个气压计很便宜，好吧？总得有个反馈渠道，让他知道是不是漏气了，否则吸不住就掉了。好吧，很便宜就行，不一定要头盔啊。呃，有可以挂相机的自拍杆能装车把上的，但是那个我现在就是装在车把上，我现在用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等于是一个是把这一节啊拧在车把上，然后呢这一节呢是碳纤维的，下边这节是幽兰紫的，上边这节呢其实是大疆的啊，就是大疆的碳纤维杆，就是大家看到的我的 Osmo 360的那个视频是拿这个东西拧在车把上拍出来的，对吧？如果再长了的话就没法整了。人家那个就是正常的是怎么玩的？是，用一个很粗的棍儿，然后呢是在车上要做3点固定，3点固定了以后，然后把那个杆儿拉得非常长啊，那个确实是更漂亮一些。但是呢，我实在是这个觉得太累赘了。如果他什么都演啊，你怎么还敢买他的车？这不存在诚信问题吗？谁不演呢？对吧？提姆·库克不演吗？对吧？皮彩不演吗？这个山姆·奥特曼不演吗？对吧？你觉得别人在表演，你就不买人家东西，那你就饿死算了，对吧？谁不演啊？然后你觉得别人谁真诚啊？这别人都真诚，只有雷军在那演，我觉得你稍显幼稚啊！大家都在演。雷军骂人挺狠的啊，7、8年前有幸间接观摩过，是雷军，哎，这个咱就不评价这事儿了啊。据说雷军还和员工打过架，这个我没见过啊，反正有人说见过。三位一体新诠释之后，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咱们不能乱讲。猎豹与雷军是不是没啥关系了？应该还是有关系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知道，因为我也离开这么多年了。中国老板真的有温文尔雅的吗？这个据说李彦宏是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人啊，但是他下边是有很多狠人的，但是李彦宏你看他温和吧，这百度就内部搞得乱七八糟的，对吧？山头林立，然后呢，相互之间先看站队，再看做事儿，所以做啥他也做不起来，对吧？这个老板就是温和的，我只能给你举这种反面典型，对吧？你想人家往他脑袋上浇了瓶水，他最后想了半天憋了一句这个有什么毛病吗？What's problem 是吧？他最后想了这么一句话出来，这种人可能是稍微差了一点点。3D 太麻烦了啊，3D 打印机实在太麻烦了，因为我自己没法对3D 模型实在没什么想法，太短了啊，有的这个
杆儿有1-2米啊，这个1-2米那个太麻烦了，而且我骑车也没有骑那么好，万一再摔着什么的太麻烦了。我经常看一些清洁剂里边主要成分，然后转投拼多多或者淘宝找对应的化学品啊，例如这个除胶剂。其实我是买过一些除胶剂的啊，但是不太敢用，因为感觉那个就是它的刺激性味道特别强，就跟稀料似的。因为我担心铺的那个弄在漆面上会把那个漆弄坏，所以不太敢使那玩意儿。用啥输入法？搜狗。雷演的有点过了，哎呀，谁不过呀，对吧？这个余承东不过嘛，对吧？谁演的不过？你告诉我一个。如果你觉得别人演的像真的，那这劲儿就你只能说自己的鉴赏能力有问题啊。丙酮腐蚀性有些强啊，影响这个是的，这个有些东西确实是有问题啊。国内擦东西流行无水酒精啊，2丙醇啊，叫做这个就太复杂了啊，这个搞不懂了。怎么看王祖如又回来做评测了？挺好的呀，他就擅长干这个就干呗，对吧？这个有什么问题呢？用什么云存储？谷歌云 （Google Drive）。其实我主要的存储是存在 NAS 上啊，就是我们家是有 NAS 的。除胶嘛，用一般的除胶剂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就除胶我就没什么想法了。呀，闲扯了1小时了啊，这个好吧。我看看还有人在说什么啊？这个纪元117跟这个凯撒大帝一样的玩法嘛？纪元117的玩法很像纪元1800啊，这个比纪元1800可能多了一些这个，就是宗教和科技树升级，就是有点像文明的一些东西搁在里头。其他的其实跟纪元1800是非常非常像，就是也是这个采集，然后盖房子、升级，满足各种需求，满足这个基础需求，满足高级需求。挣了钱以后，然后造船出去打仗啊，跟那个纪元1800特别特别像。反正至少以我打了2个小时的这个感觉，大概是这样煤呢，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还有，我大概12月份提吧，没那么着急。啊，我输入肯定是全拼啊。是这样的，雷军涉及的不是演了吧？他演都涉及到直接宣传这样的，哎呀，你这个，你看看别人了，对吧？你觉得谁不是在演，谁不算骗，对吧？你这个就属于有色眼镜。罗永浩算演算骗吗？对吧？余承东算演算骗吗？这个李想、李斌算演算骗吗？对吧？你给我讲一个谁实诚，对吧？这个人真好笑。玩的都是耕田游戏啊，推荐小说也是耕田小说。对呀，这个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叫做模拟经营类的啊，这个还是看着一个体系架构在自己手中逐渐成型，还是很爽的。丙醇应该不能随便买，这就搞不懂了。别人演不敢这样吧？谁不敢？都这么看。那遥遥领先都说的谁呀？对吧？这个雷军至少还没敢说遥遥领先吧？你跟华为比比，他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克制的了啊。他这样演，你怎么敢买他？怎么敢相信他的产品品质？这个不需要看他演，对吧？因为他好多东西怎么做的我知道，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我也没有期待他的品质能够超出我的预期啊。它的品质呢，就属于硬件堆料堆的还可以，就是雷军做东西一直是这样，对吧？我也给他打了这么多年工，
对吧？然后呢，也跟他这个下边的这些供应链的人也都打过交道，就是他在基础品质上是没毛病的，他做什么都是这么做，包括华为的东西，基础品质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些东西你就别想就完了，对吧？你说，哎，我这个东西自动驾驶怎么样了？你就别惦记这事儿，对吧？你不要对这件事情有预期所以呢，这个你不能说，哎，我看了个乔布斯的发布会，苹果东西我就不买了。我觉得你稍微的成长一点稍微成熟一点。这个呢不叫骗人就是看你愿意信哪一部分。像我们以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骗人不是罪过，上当受骗才是罪过，对吧？如果我上当受骗了，我也不会去怪这个骗人的人，我会怪自己，对吧？我这个人怎么这个不够警惕，对吧？这个因为特别你去做投资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很傻很实诚，你敢投他吗？对吧？你绝对不敢对吧？这种人出去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呢，你投他，那你不是找死吗？对吧？所以还是要去找这种有感染力的咱们不能说会骗人的，要有感染力的。在国内混要立人设、讲故事在哪儿都一样。你以为山姆奥特曼不立人设、不讲故事吗？这个孙正义不立人设、不讲故事，对吧？他不立人设、不讲故事，的钱哪儿骗来的？对吧？这个谁？那个叫谁来着？这个老黄黄仁勋，对吧？跑到中国来，穿着那个什么红马甲扭秧歌，他干嘛呢？对吧？你们想什么呢？这个老黄，你看到中国来，穿着红马甲扭秧歌了，我们再也不买英伟达的显卡了，对吧？是这样说话的吗？对吧？稍微的成熟一点。直播抠像，这个确实是很棒这个因为是 macOS 26升级了以后，真的是很棒。因为现在抠像是归 Mac 了，直接来处理了。马保国是不是演的？你自己看，你觉得是不是？任何人搁在放大镜下边都立不住，绝对的，对吧？你像马斯克搁放大镜上立得住吗？对吧？做个手势就变成纳粹了。让别人信你才能赚到钱这个其实呢，你还是要看自己信哪一部分。可以淘宝搜丙酮这个就不费劲了，我就不再研究出这个什么了演可以，关键看演技，就怕演技不行还自觉的是演帝。你说的这个人是贾国龙吧？对吧？这个一边人都说，哎呀，这个贾总您这绝对不是演的，一定是真情流露然后他就真信了。你要这么说，我就能理解你的决策逻辑了。对包括像以前投资的时候，好多人投资人就是你能够骗过我我就觉得你能够骗过下一轮投资人。对，因为我们投完项目以后也没惦记说我一直送佛送到西，对吧？我们只要能够把项目拿到下一轮投资人那儿，让他信了，然后愿意给下一轮钱，我们就跑了，对吧？你连我都骗不过，然后那你到下一轮投资人那儿你更骗不过了，那你这事儿咋弄不要对这些东西有预期这个因为预期交付又延期了这个就慢慢等吧。用什么？现在用什么相机直播？Pocket 3现在这个就是 Pocket 3。不会讲故事的人永远不可能成功，绝对的。其实在这点上呢，西方的教育要比咱们好很多就是他们在从小的教育里头就会教大家怎么去协作，怎么去讲故事，怎么去做表演这块儿，国内是比较差的。特别是 AI 上来以后，你如果不会讲故事的话，因为你不光是要给人讲，你还要给 AI 讲，然后你还要判断 AI 讲的好不好，对吧？还要去调整。不会讲故事的人在 AI 时代就只能死。受害者有罪论的思路很有限度大概找个平衡不然社会就一路往坡下边滑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只能是国家立法，比如说，你做了虚假宣传了，我罚死你然后呢，造成人员伤亡了，我罚死你，只能靠这种东西。你不能让企业家或者企业主去有道德，这件事儿是不对的
就是我从来不相信任何鼓吹说，哎，这个人恶意的骗人啊，那个人很有道德感啊，所有去讲这种话的人都是傻叉啊，没什么好说的。皮跑英国啊，话术变成我认为应该有可能成为，欧洲，英国有可能成为欧洲 AI 最先进的国家。对啊，这皮一黄跑到欧洲去说这话，他不亏心吗？跑到英国说这话，欧洲唯一的一个做大模型的公司在法国 Mistral， 对吧？英国压根就没有啊，他跑到这儿去说这话，那是不是表演啊？表演完了以后，那你说你们要不要买英伟达显卡？用 Mac 什么软件抠像？不是 Mac 软件啊，是 Mac OS 26。就是你升级到 Mac OS 26以后呢，Mac 会接管所有这个摄像头的这个处理，他会去抠像。大疆老板比较低调，对，他是不太出来。这2年感觉张朝阳还不错啊，丁磊隐身了，最烦周鸿祎啊，互联网流氓开山怪，这个其实都是你自己个人的感受。大疆的老板呢，确实不太爱出来，然后包括像，这个谁，DeepSeek 那个老板叫梁建峰吧，然后那个也是不太出来的。然后像这个，张朝阳呢是这样的，就是他的搜狐已经没什么了，他现在天天出来，其实跟他公司的事情已经没关系了，然后天天在那讲物理课啊，跟大家教物理，对吧？那又能怎么办呢？对吧？那你觉得很好，那就很好呗。丁磊是原来其实也不太出来啊，我是没见过丁磊。这个虽然跟这个叫做什么网易是打过一些交道的啊，因为我原来上一家公司是被网易投资的，但是呢，只见过网易游戏的人啊，没见过丁磊。然后至于这个周鸿祎吧，周鸿祎的话，我是见过的啊，我还跟他合过影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周鸿祎是一个还是有点挺老实的一个人啊，就是周鸿祎其实是比较朴实了，真的。我买了小米$2000的看涨期权啊，这个我觉得你还是买看跌期权吧啊，当然咱们不做推荐啊，自己看着办。我并不觉得这个小米就能涨起来，这个咱们就不研究这个化学的事儿了啊。小米现在摊子太大了，但好像又不是那种无序扩张。啥叫无序扩张？就没有无序扩张这件事儿，对吧？就不要想说这个扩张到底是有序还是无序。只有共产党才讲这个无序扩张，所有他自己不喜欢的叫无序扩张，他喜欢的就是这个啊，挺好的啊。你只要是市场能够允许你扩张，你就扩张下去；市场不允许了，市场把你淘汰了那你就做错了啊。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从内心出发的或者起心动念的这种差异，没有。不要把企业家当圣人看啊，都是生意，我觉得都还好，就是这样啊。有很多人呢，自己也不是圣人，但是呢，希望别人是圣人啊，这个其实是不能要的。我记得好像是哪一个哲学家讲的啊，就是说，镜子中的自己并不是你自己啊，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你自己，而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自己，对吧？你怎么看别人，你就是什么样的。残话模式啊，不能教真东西啊，这个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今天居然有直播，对啊，因为明天早上没有节目了，所以我今天就补一期啊。这个有的时候还是这样，就是这个自己 PUA 自己。苹果做的挺好啊，没有太吹牛和表演。你真的这么看吗？你好好去看看苹果的发布会，苹果的发布会你看几次啊？我们苹果发布会是要反复的看的，每一帧每一个镜头去看，每一句话每一句话去看的，对吧？你真的看懂了苹果发布会了吗？有没有哪些游戏的电脑版、手机版可以同步的？这个还真没太研究啊。川大统领上来以后，老美的政商表演眼花缭乱啊！是的，与这个东大不分伯仲。这个东大其实还不敢像他那么演，对吧？咱们有时候呢也是说话没有那么靠谱，但是呢，我们一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讲法是什么呢？叫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啊，我们会讲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像算命似的话给他。
但是川的统领那个真不一样，川的统领那个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前面有堵墙，难道我要撞上去吗？我可以绕过去啊，对吧？做人要这个要灵活呀，他敢上来讲这个，这个咱们的人还没有人敢上来讲这个的啊。请问范老师，AI 数字先知 POS 是真的产生了吗？也没有，它是那个GPT5出的一个新的功能啊，它是会这个根据你以前问的问题来去给你总结今天要做点什么事儿啊，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只有 Pro 版本能用，我是 Plus 版本我用不了，所以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凡称孤道寡的啊，不是，他想要的序就是无序，绝对的。今天也是落上头了啊，开始直呼房间里的大象了啊！这个我啥也没说啊，你们注意啊，我啥也没说。对处理音频的 AI 模型有什么看法？前两天，这个我对于处理音频这件事儿，真的，其实这个 Suno 出来的时候，我录过一期视频啊，我是当时就觉得非常不看好。为什么呢？就是音频这个东西的评价体系是有问题的，就是描述跟评价体系都有问题，对吧？你比如说一幅画儿，它的评价体系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呃，有人喜欢看啊，或者说点击率、转发率啊，这个什么这个你是可以很容易的知道这一幅画好不好的，对吧？你不要去说这个专家评论评价体系啊，这是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这画这个东西啊，你是比较容易描述的。比如我画了幅画，画完了以后说，哎，这个色彩稍微淡了一些啊，请用更饱和一些的色彩，更温暖的一些色彩啊，或者说把这个头画的大了一些，给我画小一些。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微调。而音乐这种东西呢，反正从我个人的感觉上是很难去做这种事情啊，去做这样的微调，对吧？或者说做这种衡量啊，这个事儿非常非常麻烦。而且音乐呢，其实怎么说呢？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种程序啊，就是你比如说上来先是4/4拍、4/2拍、4/3拍，还是什么样的拍子，然后上完拍以后呢，还有各种范式啊，你要把这东西弄完了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各种创造和创新。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的能够理解啊，因为我对于音乐也确实比较生疏吧。国产二游啊，这个就不知道了。真的是在你睡觉的时候，通过数据分析来实现对你想的事情给你表达出来吗？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他在你睡觉的时候呢，把你的邮件都读一遍，然后把你以前搜索的信息和跟他聊过的信息读一遍，然后再把这个互联网上的信息总结总结，然后猜一下哪些东西可能会是你需要的。他在干这么个事情，其实说白了也没那么复杂。而且到现在为止，其实谁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就是大家是不是愿意去，支持这个产品。如果比如说过了1-2个月，说我山猫奥特曼说我愿意把这个产品开放给这个 Plus 用户使，那说明这个产品还是不错的。如果过2个月这事儿都没消息了，那就过去了。马云的阿里未来还会有啥大方向？他先把这个 AI 这波吃掉吧，对吧？这个还是可以玩的。还是处理不了音乐制作，因为它没法儿定义，曲可以模仿，制作还是不行。对啊，你说，哎，这个第三区小提琴的声音有些弱，你说它能够处理吗？它处理不了。国内为什么把蓝战飞封了？其实都不算封啊，就是叫禁止关注啊。现在蓝战飞也好，还有那个谁，那个张雪峰也好，都是叫禁止关注，还是在看这块儿的话，我是准备去录一期来讲这个事儿，但是呢，我还没想好到底是放在会员区还是放在公众区啊。公众区其实也是可以讲一讲流量新算法，这个会员区还是讲点别的吧。这种东西还是没什么意思。好像也没人发 GPT 那个使用体验，因为 Pro 用户还是少，$200一个月还是有点费劲啊。话说油管可以用 AI 生成的音乐吗？应该是可以的，我原来试过。
我现在有的时候上音乐我是这样干的啊，我先问 ChatGPT，就 GPT5，我说我是个 YouTuber，然后呢，我现在想配个音乐，请在YouTube 的这个开放曲库、免费开放曲库里给我选，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一批，然后我呢就把这个在 YouTube Studio 里的可以把这些音乐找到完了把它下载下来啊，配到我的视频里放上去。现在呢看着还是可以的，没什么大问题。这个大疆你是没法买全套的啊。现在我叫手持拍摄设备呢，有一部分，对吧？但是呢，还有好多这种云台类的，比如说，接这个相机的云台呢，我就没有买啊，因为我不玩那个相机了。虽然我有这个索尼的相机，但是不怎么用了。然后呢，这个手持拍摄设备我现在基本上是买齐了，Pocket 3啊，Nano，Osmo 360啊，就这个我都买了。然后麦克2买了啊，这个基本上这套东西是全了。无人机你不可能买全，对吧？无人机有一个就够了啊，这个且玩呢。真希望有游戏啊，节奏慢点的游戏，例如纪元117。我看纪元117节奏不慢啊，因为它涉及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后节奏是不会太慢的。能在电脑、手机同步，手机其实同步这种东西没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电脑上玩的话，它可需要操作的东西就会非常多。如果你在手机上玩的话，你需要操作的东西就必须要减少。对吧？像为什么手机上都去玩这个 SLG 游戏，就是这种叫做战略游戏，对吧？就是你操作的东西必须要变少啊。你如果像电脑上操作这么多东西的话，在手机上你会把那屏幕挠穿的啊，这是没法整的。职场人一周能开一次电脑端，开开心心的玩游戏太难了。哎，我现在也不怎么玩游戏了。啊，好了，真的不能再聊下去了啊，我要休息了。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明天早晨依然没有节目啊，等我明天去录个几条节目，然后给大家放吧。好，大家周末愉快，如果还要倒班的话，明天好好上班再见。